关于辫子姑娘的来历，校园里流传着好几个版本。最广为人知的那个是这样说的：1970年代，这所大学还是个封闭的校园，出入只有一条斜路，一辆巴士。当时有个中文系的女生，名叫李玉芬，生得清秀，一头乌黑的长发，人人称羡。她每天都把头发编成一条粗辫子，垂在背后，走起路来辫子轻轻摆动，像一条黑色的蛇。她有个要好的同学叫陈月华，两人同年入学，同住一间宿舍，无话不谈。但大二那年，两人爱上了同一个男生，历史系的一个侨生，高大英俊，但得一手好吉他。起初那男生对两人都很友善，偶尔约他们一起去听音乐会、看电影。后来他选了李玉芬，陈月华表面上祝福他们，但心里的嫉妒像野草一样疯长。他开始在夜里对着镜子梳头，一下又一下，梳得越来越用力，仿佛想把那些不甘心都梳进头发里。李玉芬好几次半夜醒来，都看见他坐在窗前，月光照在他身上，他一下一下地梳着那条辫子，眼神空洞的可怕。毕业前1个月，悲剧发生了。那天傍晚，李玉芬和那男生约好要一起出市区看电影。陈月华知道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只说自己要去图书馆温习。谁知他走到巴士站的时候，刚好看见李玉芬追着一辆即将开走的巴士跑。那辆巴士的车门正要关上，陈月华站在路边，不知是刻意还是无意，伸出脚去绊了一下。李玉芬整个人往前扑，头发被车门夹个正住，司机没看见，踩下油门，李玉芬被拖着跑了几十米，头皮连着那条她最宝贝的辫子当场被扯了下来，血溅了一地。陈月华站在人群外，面无表情地看着。但奇怪的是，从那天起，陈月华再也没梳过头，她的头发一把一把的掉，不到1个月竟成了光头。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，不肯见人，只在夜里对住镜子发呆，嘴里反复念着一句话：我的辫子呢？我的辫子呢？毕业典礼那天，她没有出现。有人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深夜的图书馆，她穿着白色连身裙，背对住门口，一下一下地梳着头，但她的头上已经没有半根头发，她梳的是一条看不见的辫子。隔天早上，有人在斜路尽头的树下发现她的尸体。她穿着那件白裙，脸色安详，但手里紧紧抓着一条辫子，那条辫子是黑色的，又粗又长，编得很整齐，但所有人都认得那不是她的头发，那是李玉芬的。另一个版本是从老校工口中传出来的，他说陈月华死后，李玉芬的辫子就不见了，原本放在校务处政务室的辫子一夜之间消失无踪。从此之后，校园里开始有人半夜听见梳头的声音，沙沙。起初只是偶尔，后来越来越频繁。有人说，在图书馆的厕所里看过一个白裙女子对着镜子梳头，镜子里照出来的却不是她的脸，而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，头顶上秃了一大块，鲜血沿着脸颊流下来。有人说，在女生宿舍的楼梯间，半夜上厕所的时候，听见楼下有梳头的声音，越梳越近，越梳越近。他不敢回头，快步跑回房间，关上门。第二天早上，门缝底下压着一根长长的头发。还有人说，凌晨从自修室出来，看见走廊尽头站着一个女生，背对住他梳头。他以为是同学，走上前想打招呼，却看见他的手是反住梳的，手背朝上，手心朝下，像是手腕被人折断了一样。他吓得拔腿就跑，跑到宿舍门口才敢回头，那女生就站在路灯下，还是背对着他，还是梳着头。路灯的光照过去，地上只有他自己的影子。最完整的一个说法是从一个退休教授那里听来的，
他说陈月华和李玉芬的故事只是前半段，真正可怕的是后来发生的事。李玉芬死后头七那天晚上，陈月华一个人在宿舍里，室友都回家了，只剩他一个。半夜12点，他听见敲门声，砰砰砰3下，很轻很慢。陈月华不敢开门，他蜷缩在床上，用棉被盖住头。敲门声停了，他松了一口气，正要睡住，却听见另一个声音，莎莎，梳头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。他猛地回头，看见床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那人背对着他，穿着白色连身裙，头发很长，编成一条粗粗的辫子。陈月华认的那条辫子，那是李玉芬的辫子。他想喊，喊不出声；他想跑，动不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人慢慢站起来，慢慢转过身。转过来的不是脸，是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，头顶上秃了一大块，鲜血还在往下滴，但那条辫子却好好的梳在脑后，整整齐齐，乌黑发亮。那团血肉里传来一个声音：我的辫子好看吗？陈月华尖叫着醒来，原来是一场梦。但他低头一看，手里紧紧抓着一条辫子，一条黑色的粗粗的还带住血迹的辫子。从那天起，他的头发开始掉，1个月后他成了光头。毕业典礼那天，他在图书馆的镜子前一下一下地梳着头，梳着那条不存在的辫子，然后走上斜路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的故事就越传越离奇了。有人说陈月华死后魂魄一直在校园里游荡，他在找一条辫子，一条属于他的辫子，但他不知道那条辫子根本不是他的，他抢来的东西永远不会属于他，所以他只能一直找，一直梳，一直等，等一个长发的女生，等一条够黑够长的辫子，等一个可以让他带走的替身。据说如果你在深夜听见梳头的声音，千万不要回头，因为他就站在你身后数着你的头发，他数到100，你就会像他一样失去所有的头发，然后永远留在那条斜路上陪他一起梳头。也有人说，如果你够胆，可以在听见梳头声的时候低着头问他一句，你的辫子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会停下来，然后你会听见一个声音从你耳边传来，是从你头上借的。到那个时候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那一件那个新生的故事，后来也有人补完了。那天晚上，他在洗手间看见镜子上的血渍之后，整整1个星期不敢洗脸。后来他实在受不了，选了个大白天，正午12点，太阳最大的时候，走进洗手间。他打开水龙头，弯腰洗脸，洗到一半，听见身后有声音，沙沙。他僵住了，大白天的，怎么可能？他不敢回头，低着头慢慢往门口退。退到门口，他忍不住抬眼看向镜子，镜子里他身后站着一个白裙女生，背对着他，正在梳头，但那女生的脸却透过镜子怔怔地看着他。那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，只有2个黑洞和一张咧到耳根的嘴，那张嘴动了动，发出声音。你以为白天就没事吗？他尖叫着冲出洗手间，从此再也没有踏进那栋大楼一步。后来有人告诉他，那个洗手间就是当年陈月华每天半夜梳头的地方。那面镜子照过他无数次，也照过李玉芬无数次。镜子记住了他们的脸，也记住了那条辫子。有人说，如果你半夜在那面镜子前梳头，梳着梳着，镜子里的你会慢慢转过身来，对你笑一笑，然后问你，我的辫子好看吗？到那时候，你只能回答一句话，好看。因为如果你说不好看，他会生气；如果你说好看，他就会觉得你在骗他。怎么答都不对，怎么答都逃不掉。
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永远不要在半夜照镜子，而校园深处那条长长的斜路上，偶尔还是会传出那个声音，沙沙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他在找，一直在找，找一条永远属于他，却永远不属于他的辫子。